當華爾街巨鱷開始壓住，散戶應該如何接招呢？如果我告訴你現在市場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的財富轉移，你會信嗎？當史蒂文·科恩這種華爾街頂級玩家突然在1季度內把某只股票的持倉暴增1370%，那這不是在下棋，這是在掀桌子。而你我這些普通投資者，要麼跟上這波節奏，要麼呢就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购買力像冰激凌在夏天一樣融化。問題來了，為什麼市场突然变臉了呢？讓我先給你看一個詭異的數據。標普500指數從去年10月開始就像一個喝醉的醉漢，在原地晃悠了好幾個月，但最近突然清醒了，不僅突破了694美元，還創下695.3美元的新高。更詭異的是什麼呢？這次沒有出現往常那種衝高就跳水的慣性動作，這就像你家那個總是遲到的同事啊，突然連續1周準時打卡，你会不會覺得事情不對勁呢？這裡有一個技術指標你必須要懂啊，叫市場廣度。你可以想象一下，標普500就是一個500人的班級，現在呢只有50%的學生成績掉了10%以上，聽起来好像還很慘，對吧？但是你要知道，這是200天以來最好的成績。歷史数据呢更可怕，每次出现這種情況後3到4周，市場上漲的概率為100%，不是90%，不是95%，是整整100%。這意味着什麼呢？市場不再是少數科技巨頭在撐場面，而是整個队伍都在往上爬。用投資術語來講，就是結構性牛市轉向了普漲行情。那現在我們來聊聊那個控制着全球資金水龍頭的家伙——美國聯準會。1月28日，市場預期聯準會會維持利率不變的幾率高達96%。這個數字本身呢並不稀奇，稀奇的是背後的通脹數據，月增0.3%，年增維持在2%左右。那翻譯成人話呢，就是通脹像一個頑固的感冒，吃了藥呢不再惡化，但是也沒有完全好。聯準會現在的處境就像醫生面對一個病人不敢停藥，怕病情的反復，但是也不敢加药怕病人受不了，就是既不敢降息也不敢升息。如果你是貸款買房或者是有信用卡債務，這意味着利息成本在短期內不會下降，但如果你的錢在定存或者是買了一些貨币基金，那至少呢還能繼續吃到相对較高的利息。這就是典型的債務人受苦，存款人獲利的局面。川普是市場最大的一個不確定性制造機。說到政策，就不得不提那個推特治国的老兄。川普政府最近政策就像机關槍掃射，今天对 Costco 關稅提起訴訟明天提出信用卡利率上限10%，後天又說投資委內瑞拉石油。這種政策頻率快到讓人懷疑他的幕僚團隊是不是在玩每日一測的遊戲。那信用卡利率上限的蝴蝶效應，這裡有一個邏輯鏈你要搞清楚。如果信用卡利率上限真的定在10%，那麼銀行會想辦法用其他的費用去彌補，比如說手續費、年費。結果呢，消費者發現信用卡不划算，最終轉向先買後付平台。這就是為什麼 Affirm 已經突破了80美元阻力位，而 Klarna 在28到30美元的支撐區強勢反彈。市场已经在提前定價這個可能性了，但同時 Capital One 被大戶砸了50萬美元買看跌期權，潛在獲利呢高達470萬美元。那這筆交易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你是靠高利率吃飯的信用卡公司，利率上限就是你的死刑判決書。現在重头戏来了，史蒂文·科恩这位管理着数百億美元的對冲基金大佬，最近的持倉變化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投資信號。Meta 社交帝國的隱形金礦，科恩把 Meta 的持倉增加了近300%，達到了約5億美元。為什麼呢？你看看這些數字35億日活躍用戶，相當於地球上每2個人就有1個人在用，年營運現金流超過1000億美元。2025年前3季在 AI 基礎建設上砸了超過500億美元。那這裡有一個關鍵指標， PEG 市盈率相對於盈利增長比率約為 1.5， 在科技股普遍估值偏高的當下，那這個數字呢相對合理。更重要的是 Meta 從高點回落了20%，用價值投資的語言講，這叫安全邊際。就像你最愛的球鞋打了8折，質量沒變，價格更香。泰瑞達，自動化浪潮的隱形受益者，股票代碼 T12，
科恩把这只股票的持仓暴增了1307%，达到了4.3亿美元。這是什麼概念呢？就像你原本只買了一張彩票，現在突然買了一整本。那泰瑞達做什麼的呢？它有2大業務，第一個呢是半導體測試設備，在 AI 芯片生產鏈中扮演着質檢員的角色。第二個就是工業機器人，搭上全球製造業自動化的順風車。預期下一財年營收增長22%，EPS 呢增46%。但問題是，過去1年股價已經漲了60%，估值呢顯著高於同業。這就像你看中的房子已經被炒高了一輪了，現在進場是接棒還是接盤呢？阿斯麥光刻機的孤獨者，科恩建倉4.3億美元買入阿斯麥。那這家荷蘭的公司是全球唯一能夠生產 EVU 光刻機的廠商。什麼叫唯一呢？就是台積電、三星、英特爾想生產最先進的芯片，全部都得排隊找阿斯麥買設備。這種壟斷性的地位堪比石油輸出國組織。但話說回來了，股價已經創新高了，估值比較同業顯著偏高。那這時候追高，就像在演唱會门口買黄牛票，那確實能進場，但是代價不菲。個股獵場，誰在起飛，誰在墜落。蘋果被遺忘的巨人，這裡有一個反常識的機會。當大盤創新高的時候，蘋果卻相對弱勢。RSI 相对強弱指數呢跌破28，這在技術分析中屬於超賣訊號。歷史數據顯示，每次出現這種訊號後的3天、4天、1周內上漲的概率100%。這就像班上的優等生偶爾考砸了一次，你認為他真的變笨了嗎？還是只是一時的失常呢？市場給了你一個不漲的入場券。英特爾政治正確的芯片股，川普公開讚揚英特爾的新 AI 芯片和 CEO， 這不是簡單的嘴炮。美國政府持有英特爾股份，有政策支持的動機。關鍵技術位突破45.75美元後，有可能會延續漲勢。這就像過去一直被壓着打的拳擊手突然找到了節奏，一旦突圍呢，力道就會很猛。埃克森美孚能源股的翻身仗，有大戶砸了280萬美元買入135美元的看漲期權，到期日呢2026年4月17日。催化劑是什麼呢？委內瑞拉石油投資的政策轉向。周五反彈1.3%，技術面呢有望突破126美元。能源股在過去2年都被科技股搶盡了風頭，但是地緣政治的變化可能讓它重新成為焦點。當然也有一些雷區這些坑千萬不要踩。股票代碼 QBTS 量子泡沫破裂，周五尾盤大跌，跌破28美元為延續訊號。量子計算概念在過去一段時間被炒得火熱，但是技術商業化的進度遠遠不及市場預期。這就像90年代的網絡泡沫，概念很美，現實呢很骨感。比特幣目前在9萬美元區掙扎。本周的法案修訂包含禁止民選官員從事加密行業獲利的條款。一旦通過，政策面的不確定性會進一步打壓市場情緒，加密貨幣相關的股票，比如說 Coinbase， 都會受連帶影響。現階段不是加碼的好時機，除非你喜歡在雷區跳舞。我們來看一下這周的一些重點的時刻表這些事件呢可能會改變你的遊戲進程。本周二盤前呢 ，CPI 通脹數據，如果數據符合預期，就是月增0.3%，市場呢會維持暫停降息的預期，波動不大。但如果低於預期，可能提振市場情緒，因為這意味着聯準會未來降息的空間增加。周三，川普關稅案可能裁決，美國最高法院可能在意見日裁決川普關稅案。如果裁定關稅違法 ，Costco 等進口企業會是直接受益者。這就像欠債的人突然被告知不用還錢了，股價反應會很直接。周三、周四，銀行股財報季，很多大型銀行陸續公布財報，這會為整個財報季定調。銀行股的表現往往是經濟健康度的晴雨表，因為他們的業務涵蓋貸款、投資、併購等各個領域。周四盤前，台積電財報，這是重中之重。台積電是全球芯片代工龍頭，它的財報呢會直接英偉達、AMD 等一票芯片股的走勢。這就像你看球賽，裁判的哨聲會決定後續的攻防節奏。如果你持有索菲，可能會擔心信用卡利率上限10%的政策會重創它的業務。但是我認為這是過度的恐慌。歷史適應能力，索菲曾經在學貸業務幾乎歸零時成功轉型。這種公司的基因就是哪裡有需求就往哪裡鑽。即使信用卡利率被限制，它還有房貸、車貸、個人貸款等多條業務線。立法的不確定性，那過去5年類似的法案提了無數次，沒有一次真正通過。政治人物喜歡在選舉年放話，但是真正執行起來會面對龐大的金融遊說集團阻力。即使利率上限真的實施，信用卡公司呢也會透過月費、手續費等方式去彌補。消費者發現成本沒降反升，還是需要轉貸業務。
那索菲科技的貸款平台業務反而可能会受益。如果消息引发股價下跌，把它视為加碼機會。回想2024年4月份，索菲跌到9美元時，有多少人因為恐慌而錯過了最後的反彈呢？那看完這一大堆消息，你可能會問，那我應該怎麼辦呢？下面呢是我的一些思路但是不作為投資建議。第一步就是建立核心倉位，標普500 ETF， 目前技術面強勢，關鍵支撐位689到690美元，守住就有望上攻700美元。市場廣度改善，普漲行情，降低個股選擇風險，適合不想花太多的時間研究的投資者。再一個就是衛星倉位，大約設置30%，精選個股 ，Meta 基本面扎實，估值合理，回調提供進場機會。蘋果技術超賣，補漲空間比較大。Affirm、Klein 政策收益目標，但是要注意立法進度。埃克森美孚能源股輪動機會，設定止損在這個122美元。第二步呢，要設定一個時間的框架，不要去妄想一夜暴富。根據市場廣度數據呢，3到4周內上漲的概率為100%，這是你的第一個觀察窗口。但真正的投資周期應該以季度甚至以年為單位。第三步呢是風險控制，每個目標設定止損位，不要因為相信就死拿不放，市場不會因為你的信仰而改變方向。具體的建議呢，就是单一個股不要超過總資產的10%，設定总體組合最大回撤為15%的紅線，定期檢視倉位，至少呢每周一次。第四步就是關注催化劑日曆，把本周的一些關鍵事件記錄在手機裡，像這個周2的 CPI 數據，像周3的最高法院可能裁決，像周4的這個台積電財報。那這些事件呢，會直接影響你的持倉表現。市場就像一場永不停歇的撲克牌局，你手上的牌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讀懂其他玩家的动作。當史蒂文·科恩這種級別的玩家開始大舉建倉，當市場廣度出現200天來首次改善，當政策面的不確定性反而創造出了結構性的機會，這些呢都是市場在對你發出訊號。你的錢包正在被重新洗牌，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遊戲規則確實變了。適應者生存，守舊者出局，這不是雞湯，是殘酷的現實。我們一定要記住，市场不欠你任何東西，但是也不會辜負每一個願意學習、適應、願意行動的人。現在你準備好了嗎？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不要忘記點讚、訂閱、轉發。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